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雷啊，你从昨晚就还没有吃东西，你没事吧？我买了午餐给你，我放在门外，你记得一定要吃哦，你不要饿坏自己。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。可是你这样一直不吃不喝也不是办法。我要先回去公司了，可是如果你有什么事，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，OK？ 走吧。怎么办啊？雷亚到现在还是不肯出来，我早上买给他的面包，他都不要吃。你有看过父母喂孩子吃东西吗？啊哈。不管父母怎么劝，孩子就是不肯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不够饿。如果真的饿到不行，不用你劝，更不用你逼，孩子有手有脚，自己会找东西吃的。可是雷亚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啊！万一他在房里饿到晕倒怎么办？他又不是小孩子，怎么可能会饿到晕倒呢？倒是你啊，你为了照顾他，应该没有吃东西吧？肚子饿不饿？我们去咖啡店吃点东西。嗯。Mr. Teo， 贷款的事情等银行正式批了，我就会通知你。那就好。刚刚发给你的 ODB， 麻烦你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哦。卖方的 agent 是 Andy Chua。是啊，你也认识他？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是不是很熟。这个已经很不错，多亏他这次的交易才比较顺利。现在只等所有的手续通过，我就算是真正的捡到宝。捡到宝怎么说呢？我意思是说，我太太很喜欢这个 project， 整栋公寓也只有这么一个单位出售，结果被我买到了，那种感觉啊，就像是捡到宝了。那真的是恭喜啊 ！OTP 没有问题，接下来的手续我会尽快帮你办。谢谢你，我还要去接我老婆，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好久没见到 Mrs. Teo， 改天一起吃饭。好啊，没问题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刚刚那个 buyer 说的 Andy Chua 是不是88 Home 的 agent 啊？偷听我说话。哪里有？你们说话那么大声，谁都听得到咯。快点说是不是嘛？哦，你不说就代表是哦。他买了哪一间公寓？是不是那一间超级贵的公寓？这是我客户的隐私，我是不能够透露的。妈咪 ，Andy Chua 是E的死对头嘞，就透露一点点嘛。你就死了这条心，我是不会做违反职业操守的事，你也不行。我去洗手间。咦，快点夸我，快点夸我！我真的是一个 lucky star。我只是跟妈咪吃了一顿饭，就查到那个买超级高价公寓的 buyer 嘞。真的没想到，你妈咪竟然是那个buyer的代表律师。就是哦，那个 buyer Mr. Teo 啊，竟然跟我妈咪说他赚到捡到宝哎，根本就是被 Andy 当菜头砍嘛。他竟然觉得他自己赚到哎，不
不知道那个 Andy 跟他说什么花言巧语骗他的，会不会是那买家真的得到好处啊？什么好处？难道他瞒着他的妈咪抬高价钱，帮 Mr. Teo 洗黑钱啊？你是不是戏看多了？能洗多少钱啊？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可能那买家没出那么多钱，Andy 自己私下出钱填补。咦，你才看太多戏了啦 ！Andy Chua 又不是笨的，开那么高的价，自己倒贴白约，他脑袋进水咩？我不是瞎猜的，你看屋子能卖到这么高的价钱，他妈是不是很开心？Andy 这么怕他妈妈，可能呢是为了讨好他妈妈，私自暗中填补加价。真的假的？他看起来那么奸诈，什么都看都不像是一个妈咪 boy。他是不是蛮 Miss Boy 我就不知道，但是我很肯定的是，他妈妈是个虎妈。喂，暗自补贴是犯法的 ，right？Oh my god， 他竟然为了他的妈妈做犯法的事啊！这只是我的猜测，无凭无据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到处去跟我乱说。我先去工作了。恭喜你了，完成一桩这么大的交易，卖家还是你母亲。你的格局怎么变得这么小？那公寓算得了什么大生意呢？这一次不同，因为你妈的房子根本不值那个价，你却卖得出。如果是别的 agent， 我肯定怀疑他在背后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。堂堂玛丽敏也有酸葡萄的心态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知道你一直很想抓我的痛脚。虽然卖家是我妈，我帮我妈卖房子，并没有触犯 CEA 的条例。更何况，这宗生意是双方的协议，并没有你所说的见不得光的事。第六感告诉我，是你补贴买家差价完成这宗交易的。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为了取悦你妈？笑话。我看得出你非常尊敬你妈妈，为了帮她卖房子，你连违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不要胡乱造谣，我可以告你诽谤的。你有证据的话，你可以去 CEA 投诉我，不需要在这里说风凉话的。妈，找我什么事吗？我在附近接一个顾客，就顺便过来看看你。换了新的环境工作，还适应吗？会忙吗？大家都很拼，做事也很积极，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。我知道88呢，机会很多，竞争也很大，但是记得千万不要为了冲业绩违反原则。你又怀疑我做了什么坏事？ Andy 最近卖出一间超过市价的公寓，你知道吧？我有听说啊，那是他有本事，跟我无关。总之，不要插手这宗生意，懂吗？我知道，我是有分寸的。我去叫咖啡，你要吗？你刚才跟你妈见面了，对吗？她为什么特地找你？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就一些家事，没什么的。没有谈到公司的事。你有没有把公司的消息透露给她？你干嘛那么问啊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88 Home 和咫尺一家是同行，一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人怀疑你私下和你妈互通消息。不是要我和我妈断绝母子关系才可以避嫌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明白你的难处，不过这里人多口杂，既然你选择加入88 Home， 能避就避，要见面不要在附近见面了。我知道我的身份有点尴尬，不过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。如果别人想要再怀疑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曾经去找过我妈。为什么？
我猜他是想要打听我妈卖公寓的事。你怀疑是我说出去的？其实这已经不是秘密，同事们之间都已经传开了，大家都在想，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卖那么高的价钱？是不是有越轨的操作？没事，让他们说吧，反正清者自清。倒是你啊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，以后跟你妈见面的时候不要那么高调，不要跟我一样，背后招人口舌。明白。没事了，去忙吧。雷儿，雷儿已经。嗨，雷儿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我煮了一点粥。你快吃吧。啊，如果你觉得不够咸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拿一点酱青。你以为你做这些有的没的，我就会原谅你吗？啊，你生气归生气，可是你不要跟你身体过不去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你身体一定会撑不住的。我死了不是更好？你们就可以幸福快乐的在一起。啊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不是吗？你们是怕我死赖着不走，妨碍你们的二人世界。所以才害我流产，想逼我走吧？不是这样的，雷儿，你听我说，你滚！哎，我刚刚传简讯给你，怎么没回我啊？吃饱了吗？哦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有点忙，没有看到你的简讯。哦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没事。是不是雷做的？不是不是，我现在把他赶走。你不要这样，他不是故意的啊。这样还不算故意啊？他根本就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欺负你。你不要傻了，你被欺负了还在帮他说话。他只是一时情绪失控，而且我现在也没事了。就算了，你这样算了，他只会变本加厉的。不会的，你放心，雷亚今天总算肯开门出来，我相信过几天他一定会想通的。他这种人只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，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错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关心他。当初都不应该让他留下来的。不要这样说，他刚刚流产又没有地方住，我真的没有事。你不要再生气了好吗？你真的太善良了，可是有些人就不值得你的同情，以后就不要再理他了，知道吗？这件事不能这样就算了，这个定时炸弹一定要把它解决掉。喂，妈咪，你从马来西亚打包回来啊？你好意思说？你饿了不会自己去吃，还要我特意打包给你？我很忙嘛，我走不开。你在忙什么？计算人流咯，这样哦才能confirm这间面包店哦有没有足够的顾客吗？平时不见你那么勤劳。姨说的吗 ？Go the extra mile。我勤劳一点，你不高兴咩？我还不了解你为什么那么勤劳啊？妈咪，你讲话酸酸的嘞，你吃醋啊？
其实啊，我是为你好。你是有投资面包店吗？我是怕你亏钱啊，所以才那么认真的。今天叫你过来哦，就是要证明给你看，这里的生意很好。如果接手的话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那你算他怎样啊？多一下下吧。我现在肚子很饿，我先去吃，你先帮我数 ，OK？ 哎，安迪，哎 ，Hello， 你怎么也在啊？我买午餐给他吃。我妈咪的 office 就在附近，我就叫她打包一个 burger 给我咯。你吃了没有？要不要吃薯条？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哎，你找我说有好消息，是什么好消息啊？这间面包店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之前我们来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很不错啦，而且可以跟人家分租一半，不用给那么多租金。这里的人流应该很不错哦。对咯，我站了一整个早上啊，终于用数据说服了我妈咪耶。真的吗？人流真的不少，就决定租下了。哇，安迪，我看我要改口叫你老板娘了。谢谢你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做的。谢谢你，预祝你成功。一定可以的。妹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有人要在这里买房子，原来可以这样买房子的，真聪明啊！不是啦，这些多数是 agent 贴的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他 ，agent 就会假装是买家接听电话，然后说你的屋子不是他要买的。不过如果你想卖房子的话，他会帮你卖。你为什么这么清楚？我本来想要他们帮我卖屋子的，可是我家那个老的不肯。哎，我要去接孙子啦，不跟你讲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啊，这招厉害呀！Hi，Mr. Teo，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是支持一家的 property agent 马丽明。听说你最近跟 Andy Chua 买了一间公寓，怎么了？价钱那么不合理，你怎么会买呢？是不是 Andy Chua 自己私下补贴差价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可能 Andy Chua 没有跟你说清楚，他这么做是触犯条例的。身为 agent， 他明知故犯，他的诚信肯定有问题。你认为你跟他买了这间公寓，是你赚到了吗？其实你还没有签 OTP， 还是有机会改变主意的。Mr. Teo， 你怎么想这个呀？我是来找 Mr. Teo 的。你就是 Mr. House 嘛？不好意思，刚刚接到供应商的电话，临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出席，你可以等我1个小时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你怎么会在这啊？你认识 Mr. Teo？ 你先回答我，为什么你会来找 Mr. Teo？ 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吗？哦 ，Andy 没空，他妈妈想要提前完成这场交易，所以派我下来跟 Mr. Teo 商量。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插手这种生意吗？Andy 私下补贴差价，你将会被拖下水的。虽然 Andy 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不过他不至于会做那么愚蠢的事。难道他不担心会毁了自己的前途吗？这也许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，之前没被发现，所以他才这么肆无忌惮。妈，你不可以因为跟 Andy 有些过节，所以对他有这么大的偏见。你心里早就预设他会做犯法的事。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你会比我更清楚吗？就算 Andy 真的补贴了差价，这也是双赢的局面啊，买家跟卖家都开心。你怎么会这么想的？这根本是违反了 agent 的诚信和原则。我之前是怎么教你的？妈，我不想为这件事吵架。再说，我们现在已经不同公司了，不方便谈公事。我先走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听我的客户说你去找他，是不是看到特别嘉宾了？是你故意把人品牵扯进来的吧？我只叫人品帮我做点事，没想到这么巧被你看到他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只想告诉你，人品现在是我的下线，在公事上他是听我的。如果你还咬着 Mr. Teo 那笔交易不放，后果自负。
你跟 Mr. 丢的交易果然是见不得光，你以为我不敢去举报你吗？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。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如果我掉下水，你的儿子也会一起被拖下去。你以为这样就会威胁到我吗？你不相信？那就试试看吧。Hello， 你要卖房子？我不是 buyer， 我是 agent。我想你应该是搞错了。我手上也没有客人要看你那一带的房子。请问你是怎样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？朋友介绍你的啊？哦，如果你真的要卖房子的话，我等一下可以过去看看。你把 address send 给我，我们待会儿见 ，OK？Hello， 请问你是刚才打给我那个人吗？你们好，我是马忠义，支持一家的 agent。他是你的朋友啊？怎么称呼啊？我们是 CEA 的官员，有人举报你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招揽客源。CEA， 我还 CID 嘞！你们两个真的很幽默哦。你们到底要不要卖房子的？如果你们不要卖房子的话，我就先走啦。你假扮买家在主屋楼下张贴买房的通告，触犯了 CEA 条规，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看你们是搞错了吧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哎。